到底是妖气还是妖妖？坑爹，我洗什么手呢？您是那位师傅吗？哎，对，您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？特殊服务？你才特殊服务呢！您是那位师傅吗？什么师傅？打错了吧？您是那位师傅吗？师傅，是，没错，是我。真的是你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师傅。是要办证吗？你才是办证了，你们全家都办证。恭喜您，您参加我们的活动中奖了，请您往我们的账户你也汇1000中奖元整。用不用我寄托冥币给你啊？再见。女版史克。没见过世面。哎，我劝你啊，还是省省吧。一张生得如此草率的脸上，就算敷了1卡车皮的黄瓜，也不可能变成刘亦菲。还是留着点蔬菜，补充点维生素，比较物尽其用。心理扭曲的人都刻薄，可以理解。你帮我个忙好不啦？我今天坐黑车的时候忘了带钱包了，师傅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但是有2位我死活看不清，你帮我看看呗。你我呢非亲非故，所以帮你是要收费的，价格表都在网站上。你韩毅，你处女座，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不试出这串电话号码，我就不姓郝。我韩毅也对天发誓，我要是不把这神经病女房客赶出我们家，我就真去见弗洛伊德他老人家去。正能量。谁批准的？哎，黑车司机，你就是他说那好心的黑车司机？你就是他说的那个变态古怪男房东？他就是你你说的那个？他就是你说那个流离失所的朋友啊？没错，而且他今天就要住在这儿了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跟我们2个大男人住在一块儿，合适吗？法治社会，就算你们2个是大老爷们儿，能把我怎么着啊？你不是说了吗？男人看见我就像看见绿灯，溜得快。再说了，人家黑车司机是好人一枚，加上我这个家里就有2个好人啦，正能量终于占上风了。你是不但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，还不忘了挖空心思的讽刺和羞辱我，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你今天必须给我搬走，一句废话都不能有。等等，房东，就知道你会不承认，一式2份是这个世界上最人性化的约定啦。你昨天是真喝多还是假喝多呀？啊，醉成那样了，你还不忘一式2份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承认，当时我神志不清，反正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，你必须给我搬走。我一个小姑娘网恋了那么久，一心想在屌丝身上找真爱，结果却遭遇了移情别恋。我一个营业员，兢兢业业的去工作，好不容易卖出一枚钻戒，还被人调包了20多万呢。要是卖身，也得卖个半年多吧。半年想卖20多万，你也太自信了。看着，我已经把你的丑恶嘴脸照下来了。如果你要再赶我走的话，我就画小人斩。不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是幼儿园大班的啊？你在这吓唬谁呢？看来我注定流落街头了，被人欺负大街，房东没准还得……你们既然把我逼上绝路，我
我就要把你们的照片发微博。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网友也好，证明我是怎么挂的；警察也好，有个线索。万一哪个灵感枯竭的作家没有了什么灵感，行，我们投降。你继续睡你的卧室，我睡沙发。真的吗？只要你把刚才的照片删了就行。成交。啊，对了，你的25块钱。不用了，你不是欠着20多万的吗？这点儿就当我们黑车界给你的慈善捐助了。原来你也是正能量的使者。我说这个家里怎么突然充满了正能量？房东，你可以先出去一下吗？我们现在要收集正能量，你不太适合待在这里。少吃2片，那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天就是他冲进我的车，把你当成黑车司机了。就是他，怎么他妈那么寸呢？不过你认识他吧也好，多少你对他也有些了解了。反正我呢已经是黔驴技穷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是赶不走他了。做好心理准备啊！仅仅是睡觉的问题我无所谓，反正睡卧室还是睡沙发，对于我来说都一样，在哪儿都睡不了踏实觉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哎，这点你跟我想的一样。你看他那样啊，每天剖照片，发微博，没准哪天就给你捅个娄子出来。而且，李琴失踪那件事儿，你也不就是通过微博知道的吗？要不，你就继续装下去呗。反正他认为你是黑车司机，但你就是个黑车司机，姓名稀传，每天朝9晚5，那他又不会天天盯着你。你不会一直在找的那女的就是她吧？不是他，是他发的微博。我是通过他发的微博才看到了你的寻人启事。哈哈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你认识他？淘宝 ID 指价豪门，拍过我的订单，死活不付钱，回头我就把电话发你手机上。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不过我提前给你打好招呼，丫可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。